别走！然而就在密洞群圣逃脱之际，楚风却是忽然大吼一声：“修罗兄弟，你还不快走，不要命了！”密洞群圣并未听从楚风的话，反而是劝解起楚风来：“赶紧回来，这是假的，你们若是再不回来，就将错失良机。”楚风说道：“真的假的？”听得此话，密洞群圣也是愣在了原地，可却没有立即返回，他们显得非常犹豫。这也不怪他们啊，那棺材内散发的气息实在是太可怕了，他们若是留下，简直就是用命在赌。你们真是……楚风倍感无奈，于是楚风不再废话，而是手臂一抬，顿时一道武力冲天起，那武力一分为二，随后竟化作2道冰刃，分别向那2道棺材飞掠而去。你疯了！见到这一幕，密洞群圣都吓傻了，这简直就是找死啊！可是当那武力冰刃跃入棺材之后，竟然没有任何变化，那棺材内依旧发出古怪的哀嚎，依旧发出强大到可以摧毁一切的气息。只是正因一切依旧，所以说明楚风的主动攻击没有产生任何变化。见此一幕，密洞群圣赶忙身形调转，回到了这座宫殿之中。他们觉得楚风可能是赌对了，那恐怖的威压以及诡异的一幕，应该只是一个测试，测试他们的胆量，测试他们是否有资格得到认可。而几乎就在密洞群圣回到了宫殿内的同时，那长廊竟然开始崩塌碎裂。与此同时，一股毁天灭地般的力量开始在其中肆虐。见此一幕，密洞群圣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，随后再度看向楚风之时，眼中充满感激。若非楚风提醒，并且以身犯险，主动对那棺材发动攻势，他们可能真的就那样逃了。而那样的结果，不只是无法得到认可那么简单，还将葬身于那长廊之中。楚风等于是救了他们一命，修罗兄弟，太感谢你了！密洞群圣感激地对楚风抱拳施礼，那个激动的样子，都快给楚风跪下来了。行了行了，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你们弄得这样，若真要感谢，就把你们藏着的宝物送我几件吧。楚风说道。这个，我觉得修罗兄弟说的对，大恩不言谢。既然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也就不必这么客气了。密洞群圣老大说道。老大说的对。密洞群圣的其他人纷纷点头。靠，什么人啊？楚风鄙视地看了一眼密洞群圣，这群家伙真是完美的演绎了什么叫新号才如命，先前还对自己感激不已，就快痛哭流涕了。结果楚风一提用宝贝来感谢，这些家伙立马变了个嘴脸。就在此时，那恐怖的威势开始减弱，这座宫殿一切好像恢复了正常。妈的，果然是吓唬人的，这斩妖大帝也太不是人了。先是引诱我们进入远古生物的居住之所，现在又虚张声势，将我们下入那索命的长廊，险些又要了我们的命。还好我们有修罗兄弟，不然早就被他给玩死了。修罗兄弟，你是如何判断出刚刚的一切乃是虚张声势的？一番咒骂之后，密洞群圣对楚风询问道。我也不能确定，不过是赌了一场，运气不错，赌对了。楚风说道。赌？我擦，你这可是拿命在赌啊！密洞群圣倍感惊讶，也就是看不到他们的此刻的面容，否则楚风会看到他们此时的表情是何等的扭曲。但事实上，楚风也是有些根据的。楚风的根据就是他以往踏入遗迹所得来的经验，经验告诉楚风，那恐怖的威势是虚张声势。当然，楚风没有想到长廊之中竟然拥有着毁灭性的力量，所以想起来，就连楚风也是有些后怕。因为其实刚刚楚风的脑海中也不是没有涌现出过逃脱的念头，若是逃脱的话，可能就与密洞群圣一同葬身在那长廊之中了。不过好在他赌对了。可忽然间，楚风感觉一阵火烧般的痛感自体内传来，那痛感难忍，楚风很快便疼得半跪在了地上。修罗兄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见此情形，密洞群圣也是大惊，赶忙来到楚风身旁。然而他们刚刚靠近，便也发出了痛苦的惨叫。对比之下，楚风算是比较能忍的了，因为楚风可以看到密洞群圣疼得在地上连连翻滚，那惨叫声跟杀猪一般。这些家伙根本就不像是修炼多年的老一辈，更像是一群小孩子，简直是一点忍耐力都没有。最重要的是，楚风能够看到在他们的体内映射出了火红色的印记，那印记穿透了他们的长袍，哪怕那长袍有着隔绝的效果，却也挡不住那印记。而那印记楚风认识，那正是刚刚他们破开大殿内的阵法所得到的符咒。楚风赶忙看向自己的身体，发现自己的身体内果然也是出现了道道符咒，而自己体内那难以忍耐的疼痛，正是这些符咒带给楚风的。糟糕，这符咒不是认可，是诅咒。此时楚风也是暗叫不好。此时密洞群圣赶忙吞服丹药，那是缓解伤痛、驱除毒性的丹药。那丹药每颗都价值不菲，往往立刻见效。可是他们此时吞服之后，却是半点成效都没有。奶奶的，这不是毒，好像是诅咒！密洞群圣老大骂骂咧咧的，忍着剧痛又掏出了2颗丹药吞服而下。修罗兄弟，吞服这个，这是能解诅咒的丹药。密洞群圣老大说话间，还将另外1颗丹药丢向了楚风。其实当楚风发现自己所中的乃是诅咒后，已经在全力解除。毕竟楚风如今也是懂得一些破解诅咒之术的方法了，然而却根本没有用处。他所知晓的破解方法根本无法奈何此时体内的诅咒。可是忽然间，楚风发现自己体内那种痛感忽然消失了，不仅痛感消失了，那原本映射出红光的符咒也随之消失。老大，这破解诅咒的丹药果然好用。此时密洞群圣的其他人纷纷夸赞道，因为他们体内的痛感也已经消失了。那你看了，当年为了这丹药，我可是……不对啊，修罗兄弟还没吃呢。密洞群圣老大正在自夸，可却惊愕地发现他丢给楚风的丹药，楚风还握在手里，根本没有吞服，所以根本不是那丹药起作用了，而是那诅咒的力量自己消退了。可好端端的，为何会消退呢？
就在此时，那2道棺材竟然竖立起来。棺材竖立之后，可以看到那棺材之内竟是结界门，但那不是寻常的结界门，在结界门上面涌现出了光芒体，2道光芒体分别从2道棺材释放而出，相互交织，形成了几行大字，飘于2道棺材的上方。欲破诅咒，须入关。2道关内分生死，对者生，错者死，生者得传承。看到那几行大字，楚风等人心中一紧，他们忽然明白接下来该如何抉择了。他们体内的诅咒并没有解，必须进入棺材内才可以解，但2道棺材有一个是生路，另一条是死路，所以他们必须选对了才行。选错了，莫说诅咒解除不了，还将死在其中；但若是选对了，不仅能够解除诅咒，更是可以得到斩妖大帝的传承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修罗兄弟，幸亏有你，现在我们走大运了。此时，密洞群圣欣喜若狂，明明是11个老怪物，可此时激动的简直都快要跳了起来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宝贝有着致命的诱惑力，眼看着有机会得到斩妖大帝的传承，自然激动。先别高兴得太早吧，若是选错了关，咱们可都要死。呸！什么选关？我们又没死。是门，这对咱们来说是门。楚风此时也是有些不爽，暗骂这斩妖大帝太不是东西了，居然放2个棺材，让楚风等人选，这也太不吉利了吧！修罗兄弟，我们兄弟纵横多年，别的不多，就是镰刀的宝物多。我们有一件宝贝，专门是针对这种局面的，那宝贝只能用一次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弟兄一直没有舍得用，但是到如今，它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密洞群圣老大说道：“大哥，难道你要用阴阳指路灯了？”听得此话，密洞群圣也是变得兴奋起来。看得出来，对于那所谓的阴阳指路灯，他们非常的期待。而从他们期待的反应，楚风也能意识到，那阴阳指路灯定然是很厉害的宝物。事到如今，它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密洞群圣老大说话间，手掌便自乾坤袋划过，随后并没有什么灯出现，反而是一张符纸出现在了他的手中。可是符咒入手，那密洞群圣老大却是将其立于双手之间，并且将其磅礴的结界之力灌入到了那符纸之中。阴阳指路灯，帮我断阴阳。开！话罢，去，双手向前一指，那符咒竟忽然变化，化作一缕光华向前冲去。很快，那一缕光华分成2道，分别掠入了那棺材之中。不过，那棺材掠入之后，并未彻底与那旋转的结界相融，反而是化作了2只灯，分别在2道结界的正中央。成了，修罗兄弟，我这阴阳指路灯已经生效，等会哪只灯亮，就代表哪个棺材是生路。密洞群圣老大对楚风说道。其实根本不用这宝贝的，楚风说道。哇，这是啥意思？密洞群圣老大感到不解。你们仔细看，那结界门不是寻常的结界门，其实有迹可循，那是一种提示，是生与死的提示。只要我们仔细观察，便可以判断出到底哪道门是生，那道门是死。楚风指着那2道棺材说道。而仔细一看，密洞群圣也是发现楚风说的竟是真的。我去，修罗兄弟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此时密洞群圣老大那叫一个心疼，阴阳之路灯如此珍贵，他一直都舍不得用，今日使用是觉得没有破解之法，是到了使用它的时候了。可谁曾想，原来还有其他方法可以破解，这也就等于他这阴阳指路灯白白浪费掉了。此时此刻，他真的心里都在滴血。不过很显然，这个东西不好观察，我的话也只能尽量去观察，却不敢保证观察出一个结果，可能最后还要指望你这个阴阳指路灯。楚风说道。修罗兄弟，你这样说的话，我的心里可就舒服多了。没事，你就随便看看就行，反正有着阴阳指路灯在。密洞群圣老大说道。随后楚风便开始运用天眼去观察那2道结界门，而那阴阳指路灯其实也需要运用特殊的力量去观察结界门，所以等待它出结果的话，也是需要花费一些时间的。于是密洞群圣也是开始使用给他们的观察手段去观察那2道结界门。就这样，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可不知不觉间却也已过去了3个时辰，足足3个时辰。楚风的眼睛都未曾眨过一下，目光一直在2道结界门之间来回移动。终于，楚风收回了目光，并且长舒了一口气，他终于停止了观察。修罗兄弟，怎么样？可看出了什么？此时，密洞群圣将楚风团团围住，都想知道楚风的结果。你们可有看出什么？楚风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是问起了密洞群圣。倒是看出了一些，我们体内的符咒似乎不只是诅咒，那也是一种资格。虽说选对了门就能得到传承，但究竟可以得到多少传承，似乎与我们体内的符咒数量有关。密洞群圣老大说道。不是好像，而是就是这样。楚风说道。那修罗兄弟，到底哪道门是生门？密洞群圣老大问道。这一道，楚风将手指向了右边的那道门。还是修罗兄弟靠谱，这什么狗屁阴阳指路灯，到现在都没有判断出哪道是生门。大哥，咱们是不是被骗了？这阴阳指路灯是不是假的呀？在楚风判断出之后，密洞群圣的众人纷纷说道。他们能走到今日这一步，多亏了楚风，所以如今他们对楚风的话都是非常的坚信。楚风说是右边那道是生门，他们便觉得右边那道一定就是生门。只是楚风都判断出哪道是生门了，那阴阳指路灯却还是没有反应，这自然让他们有些不爽。如此珍贵的宝物，他们这么多年来都一直舍不得用，留着就是等到重要的场合再用。如今终于用了，可是这效果竟然是这样的不尽人意，这完全与他们所知晓的阴阳指路灯的力量不符。也难怪他们开始怀疑这阴阳指路灯乃是假的。不应该啊，这阴阳指路灯绝对是真的。不过相比于密洞群圣的其他人，那密洞群圣的老大对这阴阳指路灯的真假却是非常的确定。可是真的怎么还没有效果？密洞群圣的小11仍旧表示质疑。我倒也是觉得那阴阳指路灯是真的。楚风说道。哇，
修罗兄弟，你也觉得是真的？见楚风开口后，密洞群圣的其他人则是有些惊讶，毕竟如今他们对楚风是非常信任的，尤其是对于楚风的能力，那更是服服帖帖。所以当楚风说那阴阳指路灯是真的的时候，可能比密洞群圣老大说那是真的更有说服力。那古老的气息以及神秘的力量，不像是能够伪造出来的。楚风说出了他的感受，而楚风话音刚落，那阴阳指路灯忽然亮了一盏。当其中一盏亮起之后，那阴阳指路灯另外一盏便开始变化，竟然化作了一道巨大的死字，印在了那结界门之上。此时分别掠入2道结界门的2盏灯，一个亮起，而另一个则是化作了一道死字。何为生门？何为四门？已是清清楚楚。这个只是见此一幕，密洞群圣皆是一愣，就连楚风也是愣住了。在楚风来看，左边的乃是死门，右边的才是生门。可是此时那阴阳指路灯所亮起的乃是左边的那道门，至于右边则是一个巨大的死字，印在结界门之上。那是如此的醒目，怎么会这样？此时密洞群圣互相观望，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们真的没有想到，当阴阳指路灯终于发挥效果的时候，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。阴阳指路灯这件可断生死的至宝所给出的结果竟与楚风完全相反。容我再观察一番。楚风先是闭上双眼，他休息了一炷香的时间，随后眼眸再度睁开，便一直凝视着那2道门。这一次楚风没有花费太久的时间，而是花费了半个时辰。一番观察之后，楚风再度开口，我的判断依旧还是右边的是生门。修罗兄弟，你会不会判断错了？密洞群圣老大问道。相信我，我不会判断错。楚风说道。修罗兄弟，要不你再仔细观察一番呢？密洞群圣老大问道。不用观察了，我已经确定，要想得到传承，就该走右边的。楚风说道。楚风对自己的天眼有着绝对的自信，他从祖武下界便开始使用天眼，一路走来，除非天眼看不穿的，只要天眼能看穿的，那他的判断几乎就全都是对的。而楚风此时能够判断出右边的门虽然的确危机四伏，可是那里却是蕴藏着传承的线索，所以楚风判断右边一定就是生门。那你一定是错了，修罗兄弟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而是这阴阳指路灯从来就不会判断出错。密洞群圣老大说道。修罗兄弟，我大哥说的对，这阴阳指路灯只要是真的，就一定不会出错。你不是也说这阴阳指路灯是真的了吗？修罗兄弟，我们真的不是不信任你，可人会失手，马会失蹄，但这阴阳指路灯则不会出错。紧接着密洞群圣的其他人也是开始劝解楚风。当他们开口之后，楚风已经知道了他们的选择。楚风与阴阳指路灯之间，他们选择了后者。正因事关生死，我才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，信我一次，我不会害你们。楚风说这话的时候，竟有着几分祈求之意。虽说与密洞群圣相处时间很短，甚至之前还是对手，可接触下来，楚风感觉与他们相处挺愉快的，并且他们就算贪财如命，可本性其实不坏。楚风可不希望他们枉死。修罗兄弟，那你觉得那阴阳指路灯是真是假？密洞群圣老大问道。我觉得那是真的。楚风说道。所以啊，那你还犹豫什么？信这阴阳指路灯绝对没错，你可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。密洞群圣老大说道。可我还是觉得这种时候应该相信自己。楚风哪怕认准那阴阳指路灯是真的，可却也坚定自己的看法。在此之后，楚风与密洞群圣开始互相劝解，他们都希望能够说服对方，可是结果却并不乐观。无法劝说密洞群圣的情况下，楚风也是无可奈何，他只能选择自己一个人走向右边那道门。其实楚风是想以身犯险，让他们相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修罗兄弟，事关生死，你别怪我。就在楚风将要踏入右边那道门的时候，身后忽然响起了密洞群圣老大的声音。而当那声音响起的同时，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自密洞群圣老大的体内释放而出，那是一品至尊的威压。那威压向楚风冲击而来，如同无形的潮水将楚风包裹。此时楚风已被束缚，再也无法踏入眼前的那道门。密洞群圣的老大就是想要用武力来强行将楚风拖入左边的那道门。就当密洞群圣老大想强行将楚风拖入左边那道门的时候，楚风却是发出了一声冷笑。早就猜到你的修为很强，果然我猜对了，你是至尊境，但我没想到的是你会在我们联手的情况下对我施展你的修为。楚风这话尽显讽刺，这让密洞群圣老大也是有些惭愧。修罗兄弟，我是不想你白白送死。密洞群圣老大说道。我的命难道要由你做主吗？楚风问道。这个当然不是，只是密洞群圣老大也不知该如何解释。你就真的确定左边一定是生门？那万一是死门呢？我选择右边，就算死了，这个责任我能承担，但你强行带我入左边，若是我死了，这个责任就要你来承担，只是我这性命你可承担得起？楚风继续问道。此时密洞群圣老大则是收回了威压。修罗兄弟，看来你心意已决了。密洞群圣老大问道。那你们可愿意与我进入右边？楚风问道。密洞群圣没有回答，但他们的沉默却已经告知了楚风答案。要不然你们就等一等，倘若我进去之后不再复返，那个时候你们再选择进入左边那道门。楚风原本强硬的语气在此时忽然变得柔和，他是真的不希望密洞群圣白白死去，所以他想以身试探，用他的性命为赌注，去证明他的没有错。当他证明之后，再让密洞群圣选择。修罗兄弟，你可千万别进去，这样你们都在这里等着，我先进入左边那道门，我去帮你们探路。密洞群圣老大说话间便准备向左边那道门走去。他与楚风的想法一样，看到他这个决定，楚风一言难尽。他看得出来，密洞群圣老大虽然视财如命，但其实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，否则他不可能用自己的性命去探路。
可是，在楚风看来，左边的乃是死路。楚风真的不想让他去白白送死，可楚风也劝不动他，因为密洞群圣坚信阴阳指路灯，而楚风则是坚信自己。可忽然之间，楚风的身体再度发出剧痛，与此同时，密洞群圣的所有人也都是发出了痛苦的哀嚎，是他们体内的符咒再度发挥了作用，并给这一次那符咒的冲击力比上一次强得多。上一次只是想折磨他们，那更像是一种警示，而此时这是索命而来。楚风以及密洞群圣都能感觉到他们的身体已经拖不得了，若再不做选择，那符咒会要了他们的性命。修罗兄弟，你非要选择右边那道，若是死了，可休怪我们啊！密洞群圣老大说完这句话，便毫不犹豫地踏入了左边那道门。修罗兄弟，你爱！密洞群圣的其他人纷纷看了楚风一眼后，也是赶忙跟了进去。他们不敢拖延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若再不进去，他们还能活多久。眼睁睁地看着密洞群圣全部踏入左边那道门之后，楚风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。事到如今，楚风还能怎么样？路是自己选的，就算死了，这个责任也不在楚风，所以楚风也不犹豫，而是承受着符咒带路的痛楚，踏入了右边那道门之中。穿过结界门，楚风体内那炙热的符咒便立刻开始减退，席卷全身的痛楚也是随之消散。可是楚风紧接着，楚风却是神经一紧，他发现他落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内，他还在大殿之内，只不过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，大殿内的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可是他却无法动弹，就好像被束缚住了一样，身体根本无法动弹，唯有目光可以移动。这感觉忽然之间，楚风的脸色也是大变，他感觉到了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向自己袭肩而来。紧接着，楚风能够看到肉眼可见的手掌从虚空出现，无数只手掌伸出那锋利的手掌抓向了楚风，随后将楚风缠绕。此时，无论是那手掌之上还是空间之中，楚风都能感觉到一股压抑到足以令人崩溃的气息，那是死亡的气息。难道说是我选错了？此时，楚风的心中涌现出了这个想法，这里的确是死门，那阴阳指路灯果然太厉害，他竟然没有出错，他是对的。原来左边的才是生门，而右边的的确是死门。很快，楚风确定了这个想法，那死亡的气息不会有假，那是真的要索取楚风的性命的。不过尽管确定了自己踏入的乃是死门，可楚风那原本慌张的内心竟然平复了下来，因为楚风不仅确定了他踏入的乃是死门，楚风还确定了他的选错乃是正确的。这里的确是死门，可是这里同样可以得到传承，并且根据楚风的推断，这里所得到的传承也许才是真正的传承。只不过想要得到这里的传承，难度非常的大。楚风需要破开那缠绕他的那些诡异的手掌，以及束缚住他身体的诡异力量，否则那些力量会将楚风满满吞噬。若不摆脱那些，楚风他真的会死在此处。至于破解方法，楚风也是有所猜测。在这种地方，凭借肉身的力量，楚风根本无法与此处的力量抗衡，所以能指望的也就唯有精神力了。于是，楚风紧闭双眼，开始用精神力感悟周围。这一感悟不要紧，这才发现，当其闭上双眼，用精神力去感悟之后，周围的一切竟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楚风他不再身处于那座大殿之内，此时的楚风立于一座混沌的空间之中，这里四处漆黑，似是一个充满黑暗的世界。但偏偏在这世界之内，却还有诡异的物体移动，那移动的物体皆是阻碍，封锁楚风的阻碍。这里就是一个迷宫，楚风唯有突出重围，才可以脱离此处。于是，楚风开始运用精神力，在充满障碍的空间内开辟一条逃脱的路线，但这非常的难。楚风的武力得到了他父亲的传承，而他的精神力则是得到了他母亲的传承。楚风的武力异于常人，但他的精神力实际上更是远非其他界灵师可比，所以楚风的精神力实际上比他的武力还要强大得多。可就是如此强大的精神力，在一番使用之后，却还是很快便让楚风陷入了疲惫状态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想要单纯的运用精神力来逃离此处的束缚，是何其之难。起初，楚风还能理智的判断，但是到了后来，完全就是凭借意识去破解那周围的一切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的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，甚至楚风都不能确定自己的破解之法是否还正确。忽然之间，楚风脑子一震，他好像听到了一声呼唤，是错觉吗？楚风不太敢确定自己先前听到的呼唤是真是假。楚风，救我！忽然间，那声音再度响起，那不是错觉，是真的有人在呼唤他，并且那声音还有点耳熟。听到这个声音后，楚风的精神力下意识的便开始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移动。而最为诡异的是，这里明明漆黑一片，包括那些障碍也都是漆黑之色，可是楚风追寻那声音而去后，却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，那是光芒体。而越是靠近，楚风看得越是清楚，那竟然是一个人，并且是一个女子。那名女子就立于那漆黑的空间深处，与周围的一切显得格格不入，诡异至极。可偏偏这名女子的长相并不诡异，相反，她的容貌极美，清纯的面容，妖娆的身材，并且气质超然，就宛如世间女子想拥有的一切优点都集中在了她的身上。一点也不过分的说，就算苏柔和苏美已是少见的美女，可若与这位相比，却也是差了一线。这名女子拥有苏柔的妩媚，却也拥有苏美的清纯，就像苏柔与苏美姐妹俩优点的结合体一般，她立于那里，简直近乎完美。楚风自下界来到上界，这一路走来，阅女无数，不知看过多少所谓的绝世美女，但是看到此女，楚风仍是单纯的被其美貌吸引住了。何谓美女？这位才是真正的绝世美女。可是短暂的惊艳感之后，楚风的内心却是为之震撼起来。
楚风的内心充满了震惊，而震惊的同时，更多的却是不解，因为此时此刻出现在这诡异空间内的这名绝美女子，楚风认识，她叫做颜如玉，祖武下贱，九州大陆青州境内有着一座宗门，名为玉女宗。那玉女宗是青州境内的一等宗门，宗门内皆是女子，因严格的收徒标准，使得那玉女宗的每一名弟子不仅天赋过人，容貌也是优于常人。在青州境内，玉女宗简直就是众人心目中众仙女的居住之所，而玉女宗无论是天赋还是容貌，最为出众的便是这颜如玉。颜如玉凭借那过人的容貌，甚至还有着一个画中少女的称号。想当年，楚风还是青州境内青龙宗的弟子，那个时候楚风与颜如玉有了一纸婚约，因为那一纸婚约，楚风与颜如玉产生纠葛，后来更是被颜如玉的好友下了毒药，导致楚风失控，酿下大祸，对颜如玉做出了不该做出的事情。后来机缘巧合下，楚风与颜如玉在东方海域相遇，两人不仅化解恩怨，在楚风的帮助下，颜如玉还留在了东方海域的缥缈仙峰之上进行修炼。可后来颜如玉却在缥缈仙峰那天路之内神秘消失，与其一同消失的还有亚飞以及慕容婉。因为楚风当年年少轻狂，对这3位女子都做了错事，楚风心怀愧疚，对于他们3人也有着特殊的情感。这些年来，楚风虽然一直在天外闯荡，可却也一直在想他们3个到底去了哪里，只是思来想去都是想不到一个缘由。可不曾想竟然在这个地方看到了颜如玉。想一想，刚刚那呼救声不正是颜如玉的声音吗？就在楚风看着颜如玉的时候，颜如玉也在看着楚风。楚风，救我！颜如玉对楚风说道：“你怎么了？为何会在这里？”楚风赶忙迎上前去，想要与其交谈，可是楚风还未靠近，那颜如玉便化作一缕飘烟散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为何会在这里？又为何叫我救他？楚风心中充满了疑问，但他可以确定的是，刚刚的颜如玉并不是本体，若是凡胎肉身，不可能如烟一般飘散而去。不对，如今的我也并非本体，而是用精神力在移动。想到这里，楚风更为不解了。既是精神力，别人便很难发现他。颜如玉是如何看到他的？可忽然之间，楚风的周围一阵晃动，紧接着楚风便开始倒退，他的精神力开始无法自控的回到了自己的体内。而当楚风再度睁开双眼时，发现他已经回到了大殿之内，那些缠绕着他的诡异的手掌也是开始倒退而去，就连那可以威胁他生命的死亡气息也是随之消散。我成功了，可是刚刚的又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说是梦？不对，那不是梦，刚刚的空间可不是我的梦境，难道说是我精神力不稳定所产生的幻象？楚风不停地思考着，他总觉得这件事情并不简单，因为楚风之前与密洞群圣进入那远古生物所生存的岩洞中，看到了一幅壁画，那壁画上的人，楚风就觉得与自己的一位好友有些相像，而相像的那个人正是颜如玉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几道身影出现在大殿之内，是从左边那道结界门出现的，而那些正是密洞群圣。此时的密洞群圣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光华，若仔细看，那光华竟是符咒组成，看来他们成功了。看到密洞群圣11人全部再度出现大殿内，楚风的嘴角也是掀起一抹笑容。只是楚风虽为密洞群圣的成功而感到开心，但此时密洞群圣的情绪可不太好。尽管楚风看不到他们的脸庞，但却也知道此时他们的心情很糟。至于为何知道的，那乃是因为密洞群圣从左边的那道入口走出来后，便一个个的发出猪一般的哭声。虽然那哭声很是难听，但楚风却能感觉到他们是真的很伤心。修罗兄弟，你说说，你怎么就不听我们的劝？你这样死也太可惜了。他们一边痛哭流涕，一边来到楚风所踏入的那道门前，对楚风发出埋怨。当然，他们并不知道，其实此时的楚风就站在他们身前，因为楚风身处于另外一个空间，并且楚风无法与另外一个空间进行沟通。楚风能听得到密洞群圣说的话，可楚风说话，他们却根本听不到。自然而然的，他们也看不到楚风。尽管这些家伙在怀疑楚风死后，还在埋怨楚风，但楚风的心里却是暖暖的。至少这些家伙是真的为楚风的死而感到伤心，并且在此之后，他们还做出了一件更为暖心的举动。在密洞群圣老大的提议下，他们开始运用特殊的力量，想要强行打开那道门，是想要救楚风。从他们释放的力量，楚风在此确定，他们的确得到了认可。他们是在左边那道生门之内得到了特殊的力量，所以才想运用那力量解救楚风。只是最后自然是失败告终。尽管他们得到了斩妖大帝的认可，但根本无法打开这道门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们更加断定楚风已死，一时间更加伤心。看着密洞群圣那样伤心，楚风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他开始想尽办法与密洞群圣进行沟通，想要告诉他们自己并没有死。只是正在楚风想尽办法想与密洞群圣沟通的时候，楚风的周围忽然开始变化。在这封闭的殿内空间内出现了一道门，那不是结界门，而是一座大门。大门左右两端以及上面分别挂着3个牌匾，那4是一副对联，上联入门可得传承，但生死难测；下联留守阻隔消失，可回归大殿；横批抉择断前程。看到这3个牌匾上的话，楚风瞬间就明白了，若是留在此处，这封锁住楚风的诡异空间会消失，楚风可以回归到正常的大殿内，能偶与密洞群圣会合。密洞群圣已经得到了斩妖大帝的认可，他们应该可以得到斩妖大帝墓内的宝物了。虽然他们视财如命，但楚风觉得他们也会分楚风一杯羹。可是就算密洞群圣得到了获取宝物的资格，但是否有真正的得到传承，楚风却还保持怀疑。否则
为何又会出现眼前这道门？所谓的传承之门呢？只是那门上已经写得明明白白，若想进去，定然要遭受考验才行。斩妖大帝的传承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。兄弟们，回头见了。楚风看着那仍在哭泣的密洞群圣们，说出了这句话，随后便直接推开那道门，踏入了其中。而当楚风踏入其中之后，那道大门便立刻消失。紧接着，楚风先前所在的诡异空间也是随之消失。密洞群圣没有听不到楚风的话，所以他们不知道楚风已经挑战那所谓的传承。可是原本悲伤的他们，却忽然愣住了。感受到了吗？密洞群圣老大看向其他人，感受到了。等了这么久，终于来了。密洞群圣的其他人说道。诸天门的这些混账与修罗兄弟有过节，虽然修罗兄弟已经不在了，但是这笔账咱们来帮他算清。密洞群圣老大说道。大哥，你说吧，咱们要怎么做？密洞群圣的其他人问道。自然不能让他们好过。密洞群圣的老大恶狠狠地说道。此时斩妖大地幕的上空，一片金色祥云如空中的浪潮自远处滚滚而来。可实际上那并非金色祥云，而是强大的武力汇集而成的防御力量。那力量之内便是诸天门浩浩荡荡的人马，其中为首的正是诸天门的太上长老拓跋承安。不过此时来到这里的不仅有诸天门的人，还有着另外一队人马。那队人马人数极多，比诸天门的人还要多得多，至少有着近10万人。他们统一穿着黑色长袍，头戴兜帽，脸上还戴着面具，面具有些诡异，就好像死士一般，整齐地站在诸天门的大军之后。除了诸天门和那身穿黑色长袍的大军外，还有着2个人立于拓跋承安的身后。这2位皆是年迈的老人，不过却都很有特点。一位留着一头黄色长发以及黄色的胡须，长发如瀑散于虚空，径长达100米。而另外一位头戴道冠，可却留着炸开的络腮胡，看上去极为凶悍，并不是诸天门的人，因为他们的腰间并没有诸天门的令牌，并且他们的身上都穿着戒灵长袍，长袍上面流动的乃是圣级结界之力，并且还是龙纹级。这是2位龙纹级圣袍戒灵师，黄色长发的那位名为黄龙鹤，留着红色胡须那位名为欧阳川。这2位都并非诸天星域的人，而是诸天门为了开启这斩妖大地幕，从其他星域高价请来的戒灵师。黄大师、欧阳大师下方便是斩妖大地幕，开启斩妖大地幕的方法2位大师也都看过了。这是可以寻找破绽的罗盘，乃是专门用来破解斩妖大地幕的。我们也是花费多年时间才得到。拓跋承安将一个古铜色的罗盘递给了2位戒灵大师。这位向来霸道的太上长老在这2位戒灵大师的面前也是尽显谦卑。这斩妖大帝也是有趣，散布各种开启斩妖大地幕的秘宝于世间，这就是明摆着要人开启他的目的。既然如此，为何又何必弄得如此麻烦？直接将那墓地的结界打开不就成了？那位黄大师说道。管他呢，我只关心报酬。另外一位欧阳大师说话间看向了拓跋承安。2位大师，报酬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是你们要的报酬，按照之前谈好的，这里是一半，那另外一半只要得到斩妖大地幕内的宝物，我们会再次奉上。拓跋承安说话间将2个乾坤袋递了上去，结果乾坤袋2位查看了一下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2位大师，可以开始了吗？拓跋承安问道。只有我们2个出手吗？那另外一个，莫非你们是请来看热闹的？黄大师说话间看向了身后，在那里有着一辆战车，黑色的战车上面拴着红色的铃铛，非常的诡异。战车已是足够诡异，可那拉动战车的猛兽则是更加诡异。那是总共31只类似是鹿一般的动物，身躯也如鹿一般，并不巨大，只是它们却没有皮，血淋淋的样子，有些恶意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们的眼睛也是红色，并且有着尖锐的牙齿，牙齿外露，看上去极为凶猛。这样的猛兽拉着诡异的战车，让人看到都会胆战心惊。可偏偏那战车门窗紧闭，看不到战车之内究竟是何人。不过在那战车上面却挂着一面血旗，血旗上面写着4个大字：血雾天尊。真是想不到，这诸天门连血雾天尊都请来了。此时身在斩妖大地幕内的密洞群圣，透过一面结界镜子，不仅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，还能穿透那金色祥云，看到诸天门的大军。他们打造这面镜子，就是想看看诸天门众人此时的模样，毕竟他们已经占得先机，先一步得到了斩妖大帝的认可。如今在这斩妖大地幕之内，他们可以说得上是如鱼得水。在他们眼中，诸天门的人简直就是一群快要入网的小虾米，等下只能任由他们宰割戏耍，所以是抱着戏谑的态度去观看外面的一切的。只是当他们看到那血雾天尊的战车之后，他们的声音竟尽显恐惧。密洞群圣视财如命，尤其珍宝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。这从他们身上拥有着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宝物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曾走过多少遗迹，夺取过多少宝物。说他们纵横各方遗迹也不为过，而事实上，纵横于各方遗迹内的他们，也的确是少有失手。可是曾经他们却遇到过一个极为强劲的对手，那个人便是血雾天尊。这血雾天尊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高手，他的强横不止在修为以及结界之术上面，他在探寻遗迹以及运用至宝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。可以这样说，这血雾天尊是一个盗墓高手。当年密洞群圣在他的手中吃过大亏，可以说是非常之惨。正因如此，当他们再度看到这血雾天尊之后，才会如此的恐惧。大哥，诸天门的人居然将这血雾天尊请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密洞群圣的小十一问道。慌什么？上一次败给他，连我都还是重问级圣袍，今非昔比，我们兄弟的戒灵之术都有所增进，况且我们可是占得了先机，得到了斩妖大帝的认可。今日他来此处，
正是我们报仇的好机会。密洞群圣老大说道。对啊，我们可是得到了斩妖大帝认可的人，我们拥有着掌握此处阵法的力量。哈哈，真是天助我也！血雾天尊这个时候来到这里，这可真是老天爷为我们兄弟们准备的复仇良机。听得密洞群圣老大的话后，密洞群圣的其他人也是忽然反应过来，于是乎他们不再恐惧，反而非常期待那血雾天尊的到来。血雾天尊今日只是来此做客，破解这斩妖大地目，还要劳烦2位大师了。拓跋承安说道。早就听闻血雾天尊大名，今日有幸相遇，却不能见到真身吗？欧阳大师说话的时候有着些许遗憾。罢了，收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欧阳兄，开始吧。那位黄大师此话说出后，那位欧阳大师也是点了点头。紧接着2个人便开始运用那罗盘，寻找着结界的破绽。很快，他们便寻到了破绽，并且运用结界阵法将那结界破解开来。成了，太上长老大人，我们终于成功了！眼睁睁地看着那结界门就落在那里，诸天门的众位长老兴奋坏了。毕竟这么多年来，他们尝试太多次，想要破开这斩妖大地目，但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告终。如今这斩妖大地目当真被破开，他们自然兴奋。此时，诸天门的众人一个个的跃跃欲试，只要拓跋承安一声令下，他们便会立刻掠入其中。罗盘指针晃动不定，无法确定是否安全，建议试探一番。黄大师说话间，手掌张开，足足100道符纸出现在连他的手中，符纸贴于丹田处，进入其中，无论生死，我都有所感应。黄大师将那些符纸递给了拓跋承安。见此一幕，先前还跃跃欲试、兴奋不已的诸天门众人顿时傻眼了。就算是傻子都看得出来，黄大师的意思是让拓跋承安找一些人进入其中。为何进入其中？目的很简单，是送死。因为无法确定里面是否安全，所以才叫人去送死。黄大师，我们请您来，就是要破阵法、断吉凶的。您怎么能让我们的人进去探路呢？诸天门的一位太上长老说道。罗盘不稳，吉凶难定，你想让我们进去探，加酬劳都是其次。若是我们出现3长2短，还有谁敢帮你们开启这斩妖大地目？黄大师问道。拓跋承安的长老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令兄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拓跋承安却将目光投向了身后那群身穿黑袍、脸戴面具的人群。而拓跋承安这一开口，其中便立刻有一道身影穿过人群，来到了拓跋承安的身旁。大人，这位来到拓跋承安身旁后，便立刻抱拳施礼。只是抱拳而已，并没有弯腰，更没有屈膝。令兄，刚刚黄大师所说，你都听到了吧？拓跋承安问道。听到了，只是那位有些犹豫，毕竟这可是送死的事情，没有人愿意去做。你需要我们帮的忙，可要不小的代价。难道你们连这么一点代价都不愿意付出？拓跋承安问道。大人，我明白了。那位此时忽然有了决定，于是他接过那100张符纸，并且从那群黑袍大军中跳出了100个人，让他们将符纸贴入丹田。而那些人倒也是听话，明知可能失去赴死，但却没有任何怨言。之后，那些人便同一时间跃入了那道由2位界灵大师开启的结界入口。只是进去还没有多久，那罗盘便剧烈震动起来，而那2位界灵师也是眉头紧皱，在他们的脸上竟然涌现出了惊恐之色。怎么会如此凶险？这活我们不接了，把报酬退给你。欧阳大师将刚刚收下的报酬取了出来，丢给了拓跋承安。无论拓跋承安如何挽留都是没用。那欧阳大师拔空而起，眨眼间便消失在了远处的天际。他跑的那叫一个快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那惊慌失措的模样，所有人都看在眼里。从他的反应，人们就知道刚刚踏入结界入口的100个人定然都是死了，并且那斩妖大地目的危险程度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凶险得多，否则怎么会将一位界灵大师吓得落荒而逃？拓跋长老，不是为难你，只是此次的凶险程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料，就算有着罗盘相助，想开辟出真正的入口却也很难啊，必须加酬劳才行。黄大师说道。大师，你说需要加多少？拓跋承安问道。再加10倍。黄大师说道。什么？10倍？听得此话，诸天门的众位长老皆是脸色大变。他们都知道这位黄大师之前所要的报酬是什么，原本那也是非常丰厚的报酬了，如今他竟然要10倍，这也太过分了一些。我是用命在帮你们，这10倍并不多。拓跋长老，你可以考虑一下，若是不愿意也没关系，反正你们不是还请来了那位吗？黄大师说话间看向了那血雾天尊的战车一眼。好，黄大师，我答应你，只是您所要的报酬我也需要一些时间筹集，但我保证事成之后一定奉上。拓跋承安竟然应了下来。好，不过在开启出真正的入口的之前，可能还需要一些人牺牲才行。那位黄大师说话间看向了身后那群黑袍大军。10万可够。拓跋承安说道。听得此话，莫说那些黑袍大军皆是身躯一颤，就连诸天门的人也是脸色一变。要用10万人去试探吗？这也未免太残忍了一些。不必，若是1万人之内，老夫还未能开启真正的入口，所有报酬老夫原数奉还。黄大师说完此话，便再度运用那罗盘布置阵法。不过他并没有立刻破解阵法，反而是先用阵法将刚刚开启的结界入口关闭，随后再开启结界入口。开启之后，如同先前一样，他拿出了100张符纸，交给100名黑袍人。然而那黑袍人以命试探。第2次之后，黄大师又摇了摇头，随后重复先前的步骤，先是关闭那道结界入口，随后重新开启。这种情况下，诸天门的人开始不解，若是开启的地方不对，那完全应该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启。可是那黄大师偏偏不那样做，反而是将开启的入口关闭后，还在那个地方重新开启。直到黄大师解释之后，诸天门的人才彻底明白，破绽最大的地方就是那个位置，所以必须从那个位置开启。而为何反复开启？那是因为斩妖大帝留了多重入口，
其他入口都是死门，唯有一个入口是生门，而他这样做就是在寻找生门。这个所谓的黄大师真是一个废物，什么多个死门，明明只有2个入口，其中一个入口是通往真正的斩妖大地墓，而另外一个则是进入远古生物的居住之所。此时密洞群圣还在透过那结界镜子观看着外面的一切。大哥，血雾天尊不出手，这个黄大师又不中用，而此处的有些至宝，哪怕是我们也无法打开，刚好需要诸天门手中的至宝才能打开，这样等下去不是不办法呀。要不我们暗中帮这个黄大师，让他快点开启出真正的入口，然后让他们进来开启宝物，咱们再进行打劫吧。密洞群圣的小11说道。这个黄大师的确废物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暗中帮他吧。密洞群圣说做就做，竟真的运用他们得到的力量，暗中帮助那个黄大师。而在密洞群圣的帮助下，黄大师终于成功开启了通往斩妖大地墓的入口。在确定安全之后，黄大师便携带着诸天门交给他的至宝，让其带着诸天门的诸多高手进入那斩妖大地墓之内。此时拓跋承安站在外面，他非常的兴奋，他没有直接进去，乃是因为他有些担心里面太过危险，怕自己丧命其中，但他依旧兴奋，因为终于有机会看到斩妖大帝所留下的宝物了。太上长老大人，不好了！然而没过去多久，便立刻有诸天门的长老跑了出来。怎么回事？见那长老一脸慌张，拓跋承安赶忙上前询问起来。太上长老大人，我们在黄大师的帮助下，很快便开启了一道藏匿宝物的大门。黄大师告诉我们如何破开阵法，便带着其他人前往了下一处藏匿至宝的地方。而我们按照黄大师所说的方法，果真成功拿到了至宝。可是我们刚刚拿到至宝，便立刻有人出现，把我们刚刚得到的至宝抢走了。那位长老说道。什么？被抢走了？怎么可能？听得此话，莫说拓跋承安不解，就连其他人也是不解。明明那斩妖大地墓刚刚被开启，明明他们是第一批进入斩妖大地墓的人，并且拓跋承安等人一直就守在外面，除了诸天门以及黄大师外，没有看到任何人从那入口进去。怎么会有人抢夺了他们的至宝？不仅被抢了，他还留下了这封信函。那位长老说话间，将一封信函取出，递给了拓跋承安。接过信函，拓跋承安也是神色一动，因为那信函上面写着：拓跋承安收，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人在这里与我装神弄鬼。拓跋承安说话间，便去拆开那封信函。可是那封信函刚刚拆开，一股黄色的气体便冲击开来。那气体并没有伤害到众人，可却带着一股极为恶心的味道，席卷天地。那是屁的味道！该死！此时拓跋承安气得脸色发青，他知道自己是被人戏弄了。太上长老大人，不好了！可就在何时，又有一对诸天门的长老从那其中跑了出来。你又怎么了？拓跋承安问道。太上长老大人，我们刚刚得到的至宝被人抢走了，并且那个人还留下了这封信函，让我转交给您。那位长老说话间，便将一封信函取出。看到那封信函，拓跋承安鼻子都快冒烟了，因为他知道那封信函一定是一份恶作剧，根本就不是什么信函。太上长老大人，小人无能。太上长老大人。而紧接着，诸天门的长老开始连续不断的从那斩妖大地墓的入口飞掠而出，无一例外，他们所开启的至宝全都被人夺走了，并且他们的手中也都拿着一封信函。可恶，到底是何人如此挑衅我诸天门？此时不仅拓跋承安气得咬牙切齿，诸天门的其他人也都气得咬牙切齿。太上长老大人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气愤归气愤，但诸天门的众位长老还是将目光投向了拓跋承安。能够在他们丝毫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进入斩妖大地墓，并且成功抢夺他们诸天门长老身上的宝物，足以看出那些家伙实力不俗。要知道那些长老之中可是还有至尊境的高手坐镇啊，这样的对手他们也知道，不容小觑。可以看出那抢夺你们宝物的是何模样，他们是何修为？拓跋承安对那些被打劫的长老问道。而那些长老的回答则是让拓跋承安更加不安，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些人的修为，他们根本没有动用武力，而是运用了一股特殊的力量，那不是纯粹的结界之力，更不是武力，至于模样也是看不清，因为他们全身都被那特殊的力量包裹，根本无法看到他们的模样。太上长老大人，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有人要和我诸天门为敌，而是那斩妖大地墓内的守护者在作祟？诸天门有长老猜测道。倒是有这种可能，拓跋承安说道，因为这一切实在太诡异了，那根本不像是正常的修武者所能拥有的力量。只是有一点他想不通，如果是斩妖大帝所留下的守护者，那为何要准备那种恶作剧一般的信函给他，并且还点名道姓是交给他拓跋承安的呢？等黄大师出来吧。拓跋承安说道。而对于此话，诸天门的其他人也是点头表示赞同。事到如今，他们也是没有办法，如今能够依仗的唯有黄大师了。毕竟墓地这种地方，世界灵师的天地，他们修为再强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因为有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常理可以解释的，武力更是无法解决，唯有结界之术才是披荆斩棘的最好武器。可恶，该死！然而就在这时，黄大师则是带着所有诸天门的高手从那结界入口飞掠而出。不过此时黄大师的样子非常的狼狈，他的浑身不仅脏兮兮的，他的身上还散发着恶臭，那个味道好像是屎，不对，不是好像，而确实就是屎。看着黄大师过来，诸天门的人赶忙闪到一旁，他们都是有洁癖的人，他们不畏惧鲜血，但对于屎尿这种东西却非常恐惧，若是不小心沾上了，他们怕是一晚上都会做噩梦，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是神圣的，若是沾上那种肮脏的东西，会让他们身上那神圣的光环受损。黄大师，您这是？看到黄大师此刻的模样，拓跋承也是有些不知所措，他本来还等着黄大师帮他解决那斩妖大地墓内的问题，可是现在看来这黄大师都是自身难保，显然那些抢夺至宝的家伙
比他想象还要棘手得多。你还问我叫你看守此处，怎么还是被人混了进去？你看看我被弄成什么样子了！黄大师非常的气愤，他将所有问题都怪罪在了拓跋承安的头上。黄大师，我花高价钱请你来这里，就是要你帮我解决问题的，你现在解决不了问题，还要怪我？此时拓跋承安的态度也是有些变了，他不再像先前那样唯唯诺诺、毕恭毕敬，反而变得有些不耐其烦。他从始至终都没有发自内心的尊敬过这位黄大师，只是被逼无奈，需要他的结界之术，所以才对他客气的。可是现在拓跋承安已经知道，如今斩妖大地墓内存在着这位黄大师无法解决的存在，这种情况下，黄大师已经成为了弃子，自然而然也就无需对他客气。斩妖大地墓内的事情，我哪里没有替你解决？我帮你开启了入口，帮你们拿到了宝物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问问他们，我教给他们的破阵之法可有失误？黄大师指着诸天门那些长老问道。此时那些长老都是低头不语，他们按照黄大师所说，的确是成功的拿到了至宝，只是可惜啊，那些至宝都被人抢走了，拿到有什么用？你拿出来才叫有用。你在里面拿到了至宝，结果又被人抢走，那就是你的没用。拓跋承安说道。放屁！斩妖大地墓内的问题，老子都给你解决了，这抢夺宝贝的明明是你们的仇家，这关老子屁事！自己看，他们在老子身上泼屎，还为老子吃毒药，叫老子一定将这封信函交给你，否则老子就要毒发身亡了。黄大师气得瑟瑟发抖，将一封信函递给了拓跋承安。可就在递出信函的同时，黄大师又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：还有那个叫修罗的家伙，到底特么的是谁啊？修罗！听的这两个字，诸天门的所有人都是神经一紧，不只是拓跋承安，而是所有人，因为对于这修罗，他们实在是太熟悉了。而低头看向信函，拓跋承安也是发现，那信函上面不仅写着拓跋承安收这5个大字，信函上面还有署名，而那署名正是修罗。来，你拆开。拓跋承安接过那封信函后，没有自己拆开，反而是随便找了一个长老，让那位长老拆开。此时那位长老简直都快哭出来了，因为他亲眼看到了刚刚拓跋承安拆开信函后，一股巨臭的屁冲击天地，天知道这封信函拆开之后会是什么鬼东西冒出来。可是他没有办法，太上长老大人的命令，他不敢违抗，所以咬着牙齿，他还是选择去拆开那封信函。信函拆开，顿时一道光华冲天起，人们可以看到是几行文字出现在了虚空之上，而看到那几行金光闪闪，甚至有些神圣的文字后，诸天门的众人脸色可就涌现出了极为不爽的变化。